大家好，我是阿用。今天呢是挡车教学系列的第3集，基本的升档和降档。首先呢，先要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支持和鼓励啊。那阿用的现在的 YouTube 频道现在已经超过订阅人数1000人以上了。那超过1000人的意思呢，也就代表说现在阿用的频道现在已经可以开始也能够有一些广告的收益。那所以呢，你会看到阿用的往后的影片呢，里面会有多一些那个广告的这个部分。那如果你支持我的频道呢，那也希望说各位可以尽量多看一些这些的广告，这样子的话让阿用可以多一些的收入。那同时呢，有这些额外的这些广告收益呢，那这样的话我也能够想办法去提升一下更多的影片的这部分的一个质量。那所以呢，在往后影片这个地方呢，首先你会先发现说，我现在影片里面会有新增加的就是中英文的这个部分的一个字幕。所以呢，如果你有中英文字幕的需求呢，那请记得打开 CC 字幕。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看到那个新的字幕在底下，这边可以帮助你这边去了解影片的内容。好，那今天呢是挡车教学系列的第3集。那我会跟大家分享的是如何的升档跟降档的一些基本的一些操作。那同样的呢，我会像之前的影片一样，我会先从变速箱这部分的一个基本的原理这边开始去跟各位去解说。我相信在经过这样的解说之后呢，各位会清楚了解说为什么你的在换挡的时候必须要这样子的一个操作。那所以之后你在操作的时候，那你就会知道说怎么样去操作它，然后你的换挡的这时候会更顺畅。那除此之外呢，当你在遇到变速的问题的时候，那你也会知道说如何去解决这部分的一个变速的问题。好，那就让我们开始吧。那如同我们在挡车教学系列第2集这边所跟各位解释的，就是我们 MT-15的换挡的部分，它是用采取国际档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那意味着说，我们的换挡的方式就是你最底下这个地方是1档，然后之后往上勾是2档，那1档跟2档中间是一个 N 档，就是空档，然后之后2档这边你再往上勾就是3档、4档、5档到6档。那因为我们这是一个6数的，它最高档位到6档这样子。那我们变速箱我们在踩档位或者是勾档位的这个时候，这时候其实它会联动到你的变速箱的一个滚轮的一个变速滚轮的一个机构。那这个踩档这部分跟勾档这部分的变速齿轮机构呢，它其实一次可以允许你踩的那个部分，它只会有一个固定的一个行程。所以呢，你不用担心说你今天踩得太大力，或者是你勾得太大力的时候，那你会不小心就是比如说就是连降2档，或者是一次连升2档，或是3档之类的。那因为它的行程是固定的，所以你踩的量，你踩一次到底，它就是进1档，或者是升1档。在机构这个部分，它其实已经帮你去限制住了，所以我们很多新手朋友我们会担心的这个问题其实是不存在的。那这个一个连杆的这个机构呢，它会联动到一个我们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变速滚轮。这个变速滚轮呢，它上面会有几个沟槽，那每个沟槽呢，它会有一个变速的一个杆。那这变速杆呢，它就是去波动你的变速齿轮的一个换挡所用的一个机构。所以当你今天去每切换一个档位的这个时候，你的变速滚轮它会转一个角度。那每转一个角度呢，会造成说你的上面的一个连杆的部分，它会产生一个相对的一个移动。那这移动，它同时就会去勾动说你的顶端的这个部分的一个变速齿轮的一个左右的一个切换。那所以达到一个换挡的一个效果。在你的变速滚轮的末端，就是你的换挡这个地方，它是采一个有点像星状的一个结构。但是星状的地方，它会有一个波峰跟一个波谷。那在你的波谷的地方，就是你每次换挡到你的确实的档位的时候，入档的一个档位的时候，机构的地方它就会去勾住这个位置。那这时候你就代表说你是有成功的一个进档。在我们的变速机构呢，我们有2个转轴，那一个转轴呢是一个输入轴，一个是一个输出轴。输入轴的部分呢，它是从我们引擎这边去传来的动力，意味着说其实它在前面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所谓离合器的这个位置。那在我们的输出轴的这个地方，它所连接的地方就是到我们这个地方的一个小齿轮。那这个小齿轮呢，就会去带动我们的链条，那链头就会去带动我们的后轮，让我们车子去往前移动。在我们的输入轴跟输出轴上面呢，有2类的齿轮。那这2类齿轮分别是自由齿轮跟一个是滑动齿轮。
那在自由齿轮这个部分，它只会在我们的轴向这个部分可以有一个自由的一个旋转一个运动，但是它不会沿着我们的轴向这边去产生相对性的滑动。OK， 所以它只是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上面会能够自由的一个旋转。那另外一个滑动齿轮呢，它正好相反，那它是可以左右在我们的轴上产生一个相对的一个滑动，但是呢，它没有办法说在我们的转轴上面产生一个自由的一个转动。在我们的自由齿轮跟我们的滑动齿轮的外观设计上面呢，在我们自由齿轮上面会有一些孔，那在我们的滑动齿轮上面，它有一些插销。这样设计的目的呢，当然是可以让我们的滑动齿轮跟我们的自由齿轮这边，它可以去组合在一起，去卡住。在我们卡住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去入档的这个情况，然后达到一个变速的一个效果。所以呢，在我们在入空档的这个时候，我们的滑动齿轮跟我们的自由齿轮这边，它们之间其实是没有去结合在一起。所以这时候齿轮跟齿轮之间，它们都是一个自由的一个活动的一个状况。所以在这样情况下，我的引擎这个动力它就不会去传递到我的后轮。然后一旦入档的这个时候，那你的两个齿轮这边一结合在一起，这时候才会开始去传递你的真正的一个动力输出到你的后轮。那这些齿轮呢，它其实有大大小小的一个不同。后轮这部分的一个齿盘它就只有一个，那这个部分就跟我们的变速的脚踏车是不一样。在我们的变速脚踏车的后轮上面，它有很多的一个齿盘。那在我们的实际的机车上面呢，它只会在后轮上面只有一个齿盘。那同时呢，齿盘这边连接的这里的一个小齿盘这边也就只有一个，意味着说，其实这部分的一个齿比它是没有变的。那唯一有变的是在你的变速箱里面这些的大大小小这部分的一个齿轮，它的齿轮的上面的齿数是不同。在我们的输入轴的这个地方呢，其实跟我们脚踏车这边在踩的地方是差不多的。在我们输入轴的这个部分，其实就跟我们脚踏车的后轮这个地方的齿轮是差不多的。意味就是说，假设你今天你的在换挡这个时候，你是以比较小的齿轮在你的输入轴，那对应到你的比较大的齿轮在你的输出轴。这时候呢，这时候就跟你的脚踏车在你的最低档位，就是你的最轻的那个档位，这个地方是一样的。那同样的，今天如果你的输入轴这地方的齿轮是最大颗的，那对应的是你的对应到你的输出轴的齿轮是最小颗的。这时候就跟你在踩脚踏车的这个地方一样，就是你会觉得踩起来是非常的重。但是虽然非常重呢，可是你可以踩出来的速度会是非常的高，只是说你会踩得非常的一个吃力。所以你在换挡的过程，那我们一定就是从我们比较低的档位，就是小齿轮对大齿轮，然后之后逐渐的换到就是我们的输入轴的齿轮是逐渐的变得齿轮的齿数是比较大颗，然后对应到我们的输出轴的齿轮是从比较多的齿数，然后对应到比较少的一个齿数。这样你的骑车的速度呢，你在同样的一个转速底下呢，你的那个车速的这个地方，每次换挡的时候就会去拉到说比较高的一个速度。那这地方就跟你在踩脚踏车其实是相当的雷同，就是说你会发现说，你今天脚踏车，比如说你是以回转数80来看的话，那你今天是在比较低的档位的时候，也许你能够踩到的你的回转数是80，也许你只能够踩到可能10公里或者是12公里之类。那但是同样的回转数呢，假设你换到比较高的档位的话，你可能可以达到的一个脚踏车的一个车速可以达到30公里之类的。那同样的道理其实跟机车一样。那机车一样，你在同样的一个转速的这个地方呢，你的档位越低的时候，你的速度，你的车速可能就会你的车速是比较慢的。然后当你的档位越高的这个时候，你在你同样的一个回转数的底下呢，那你的车速就会是比较快。那这个也就是你的换挡的一个目的，就是让你的引擎这个地方，它虽然它的扭力的输出是就是你的引擎的转速呢，跟扭力的这地方是维持在一定的，但是你透过你的车速的这个提升，那你可以去逐渐透过换挡这个方式去放大你的车速。那这个就是我们变速箱这个部分它所存在的这个地方设计的一个目的。那在我们换挡的这个时候呢，为什么我们需要拉离合器呢？那这是因为我们的齿轮跟齿轮之间，它在结合的这个时候，在卡住的这个时候，它其实是有一个当有应力的这个时候，它会产生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摩擦力，所以意思就是说，你没办法去移动你的滑动的一个齿轮，让你的齿轮在变速箱里面可以产生不同一个变速的一个效果。那所以呢，你今天为了要能够去释放这部分的一个摩擦力，
就是你要减少说你的齿轮跟齿轮之间的一个相对的一个作用的一个正向的一个应力。那这时候你就是想办法去把你的轴的这个部分的一个输出给减弱。那所以你一旦拉下一个离合器的时候，代表是什么？就是你的输入轴的这个地方，它的那个动力就被切掉。那一被切掉动力的这个时候，你的齿轮跟齿轮之间的轴这部分产生的一个正向的一个作用力，这个地方就会解除。这时候你的齿轮跟齿轮之间的摩擦力就会减少。那减少之后，你才能够去切换你的不同的一个齿比，这样。OK， 那有些人这边他会遇到一个状况，就是说所谓的一个卡档。那卡档这个部分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我刚刚有提到说，就是我们的滑动齿轮跟我们的自由齿轮这边，它在变速的这个时候，你入档的时候，两个是插在一起的。那一插一起结合的时候，这时候你才是正确的一个入档。但是呢，当你的滑动齿轮跟你的自由齿轮万一没有正确的去插在一起的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这时候就是发生一个卡档的一个状况。那所以呢，从刚刚这样子一个原理的一个解释呢，那我们要如何去解决这部分的一个卡档的一个问题？那当然，第一个就是我们必须要先把我们的齿轮跟齿轮之间的一个作用力这个地方给抵消掉。那这样的话才能够去减少说齿轮跟齿轮之间的原本现在在卡档状态的一个摩擦力，让它去解除。那所以呢，你就必须要去释放你的输入轴或者是输出轴这部分的一个转动的一个力量。那你可以做的一个方式就是，第一个就是，那你就是这时候你可以去假设是以输入轴这个部分的一个方式，就是你的引擎这部分的一个动力。这时候你可以让你的引擎处于一个半离合的一个状态。那这时候你微微的去稍微去拉一点点的转速，然后之后你再去放到你的离合器，然后在放到离合器的同时呢，然后你赶快去上下去切换你的档位。这时候让你的齿轮这个地方跟齿轮这边有没有卡住的地方可以去释放开来。这是其中一个方式，这是在你的动态的比如说你在骑在路上，万一发生这个时候，你可以做的一个处理方式。那第二种方式呢，就是你如果是比如说在停车这个时候，万一我想要入档的时候入不进去，因为它就卡住了。这时候你可以做的方式就是你车子可以去前后的去移动，让你的输出轴的这个地方它可以转动。那转动之后，让你的输入在你的滑动齿轮跟你的自由齿轮之间可以产生一个相对性的一个运动。这时候在移开这个相对性运动的时候，然后它可能刚好就可以去卡进去。那这时候你就可以成功的一个去入档。除此之外呢，在我们的每次换挡的档跟档这个地方的之间，它其实都是一个空档。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次滑动齿轮这边再从前一个档位到下一个档位这边再切换的时候，这所有的滑动齿轮它必须先回到一个所谓的一个中性的一个位置，就是一个中间的这个位置。在中间这个位置的时候，其实齿轮跟所有的滑动齿轮跟它的自由齿轮之间，它都是没有去互相的去一个结合的。那所以在这个地方，你的每个档跟档之间，其实它都是一个空档。所以意味着就是说，你在每个档跟档之间，假设如果你发生卡档的这个情况，就是齿轮跟齿轮之间没有去结合的这个时候，输入轴地方的动力是没有办法去成功去传递到你的一个输出轴，因为你的齿轮之间没有去达到一个成功的一个结合的一个状况。那所以我们的所谓的空档呢，其实它在每一个档跟档之间，它其实都可以去设计的。只是说我们在国际档这个地方，我们是把它设计在我们的1档跟2档这个之间，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在我们的换挡鼓这个地方的一个波峰的这个地方的一个位置。那这个位置就是所谓的一个半档。所以在你的连杆这个机构的一个形成这个地方，也就是刚好是你的形成的一半的这个地方。所以你在1档跟2档这个地方，你在想要去从1档去勾到空档的这个时候，或从2档这边去切到空档这个地方，在你的操作地方都是可行的，因为它就是让你的行程就是只去踩一半，或者是只去勾一半。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去让你的换挡这个部分的一个机构可以刚好去卡在你的换挡鼓的这地方的一个齿轮的一个波峰的地方。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实际操作一下，怎么样去升档跟降档。那从刚刚我们在解释变速箱这份一个原理呢，你就知道说，如果如果要打算去切换不同的档位，这时候你第一个要做的就是去释放你的输出轴跟输入轴之间的一个相对的一个应力。那在我们的摩托车的一个设计上面，其实最简单一个做法就是你去把离合器给切开来。那你的离合器一旦切开来了之后呢，
我们就知道说引擎到你的变速箱这部分的一个动力，它就会去断开来的。那一旦断开来的时候，你的变速箱里面的这部分的机构的输入轴这地方，它就失去一个动力的来源。自然呢，你的输入轴这地方上面的一个齿轮，它就不会对你的输出轴上面的一个齿轮之间产生一个相对性的一个应力。那这应力一解除之后呢，你的齿轮跟齿轮之间，你在切换你的勾动不同的一个档位的这个时候，你的滑动齿轮就能够轻易的去左右这地方在你的轴上面去移动，去达到一个换挡的一个效果。那如果你有仔细看我的挡车教学系列2有关这部分离合器起步这部分的一个操作呢，你就知道说离合器在我们没有完全结合的这个时候，它其实是一直在摩擦，一直在产生一个动摩擦去磨动的。这时候就是它会是一个耗损离合器的一个情况下。那所以你在换挡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去做？第一个就是我们在要拉下离合器的那个瞬间，其实你是可以快速的去拉下去，让你的动力去快速的断开，意思就是说让你的离合器片之间接触赶快的去分开来。那如果你是慢慢的去切开你的这个离合器片的这个时候，这时候你的离合器跟离合器片之间它的断开的这个速度就是非常的就会是比较慢的。然后呢，比较慢的情况下，就是你的离合器在没有完全去切开之前，它其实都还是一直在磨，一直在耗损你的离合器。OK， 所以你在拉离合器的这个时候的动作，你的手是要比较快的，这样子快速的去拉下去，然后之后升档、降档、升档或降档，然后之后你在换完档位之后，你让你的引擎动力要重新结合上面的时候，跟你的起步一样，就是你还是就是慢慢的去放开你的离合器，所以动作就是拉离合器的动作要快，然后换完档，然后之后再慢慢的去放开你的这个离合器，让你的引擎动力去慢慢的去结合上去。这样的话，你的在换挡的过程当中才会是比较顺的。那因为有些人在换挡这个时候，他的这部分的一个动作，其实拉离合器跟放离合器的速度都很快。那这样的话就形成说，你在动力在离合器片这边再接上去的那个瞬间，就会是就是会顿一下，那是因为你的引擎这部分的一个离合器的结合速度太快了。意思就是说，你的后轮差跟你的引擎这部分的一个离合器的转速差这个地方差异其实还是蛮大。然后在还有一段差距情况下，你要让它去产生一个静摩擦这边去紧密的一个去结合在一起，这时候就会会有这部分就会有这部分的结合就会不太顺。那所以你必须就是让它慢慢的去结合上去，就跟你的起步一样。所以你的每一次的换挡，其实你都可以想象，就是你的每一次起步这边该做的动作，就是慢放离合器，甚至半离合器的一个状态上去把它给接上去。所以呢，你在升档这个时候，你的手部的动作的操作大概是这个样子，然后拉离合器，放油门，然后勾档，然后慢慢的放离合器，慢慢的吹油门，然后勾档，勾档，勾档。勾档，这样，所以你的在拉离合器的这个速度是那一下是非常快，然后在放离合器的时候是慢慢的放掉，所以同时呢，你在拉离合器那个瞬间呢，你放油门的速度也是最快的，然后之后你在慢慢的放离合器的瞬间呢，你的油门慢慢的吹，你的速度在吹的时候也是慢慢的去把它吹上来，所以动作才会是一个连续的动作，才会是一个这样子。OK， 那你在降档这个时候呢，因为你如果是我们这边讲的是一个基础的一个降档，那一般来说我们在降档的时候，在你的转速比较高的时候，应该要做一个退档补油一个动作。那这部分我们会在下一集的地方会再跟大家再仔细的再讨论。那如果说你是在转速比较低的时候，你一般的降档就是因为你一定是在速度比较低的情况下，这时候你是在收油的时候，所以这时候你的左手的油门的地方几乎都是维持在收油门的一个状况，就是直接就拉离合器，然后降档，然后慢慢的放离合器，然后拉离合器，降档，然后慢慢的放离合器，然后也许你会在过程当中，也许你会需要维持车速的时候，这时候你在慢慢放离合器的这个时候，你再去吹油门这样子。OK， 那就是一个降档的这部分一个简单的一个操作。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实际来操作一下车子的升档跟降档的这个部分。好，那就是发动引擎，好，慢慢的放离合器，然后慢慢的吹油门，然后速度起来之后，我再快速的拉离合器，然后升档，然后慢慢的放离合器，吹油门，然后同样的再重复。
你看我现在其实档位已经到3档，然后我的车速就大概只有20几。然后这时候如果我再继续往档位去档的时候，你就发现我的引擎这部分的一个震动就会很大。那这样原因就是说，因为这时候我的档位太高了，然后我的引擎这部分一个扭力的这个地方其实是不太足，在这个时候去拉动我的变速箱的这部分一个齿轮的一个运作。那就跟你在骑脚踏车的这个时候一样。然后就是，如果你今天你在爬坡这个时候，你用的档位太高的时候，你会显得是非常的一个吃力，甚至踩不动的情况下，甚至你就是停下来去下车。那这时候在你引擎这边发生有一点抖动的这个时候，就是你的档位又太高了，这时候你就必须要赶快去降档。它降档的时候的动作也是一样，你就是先拉离合器，然后去踩你的档位，然后之后在你的在你的降档这个时候也是一样，就是你就必须要先去拉你的离合器，可是你必须要做的就是去放掉你的油门，然后这时候你再去换挡 ，OK， 就是像这样子，然后放完档之后你再去吹油门，然后每次换完档位的时候，你都是跟你的起步一样，就是一换完档位，你再当你的这个引擎的部分的动力再重新去结合上，就是再去吹你的那个，慢慢的再去吹你的油门，慢慢的去放你的离合器，吹你的油门这样子。那今天我在相同的车速下，我的档位如果是比较低的，那我的引擎的转速这地方就要比较高。然后，那如果我的档位是在比较高的，这时候我的引擎的转速就会输出就只要比较低的，那这时候我就会同样维持同样的转速。那相对于这还是一个扭力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今天如果我在引擎转速比较低的情况下，我的引擎的这部分的一个输出扭力是比较差的，然后这时候可能就会力量会不足以去驱动我的那个车子的这部分的一个前进。那所以你必须在当时的这个车速下面，你去考量到说我这部分的一个档位的转速这部分是不是达到一个可以配合的一个情况下，那这样的话我能够去让我的车子是维持在一个引擎动力输出是一个饱满的，然后就能够去让我的车子这个地方能够维持一个顺畅的一个前进。好，那今天挡车教学系列分享呢就到这边。那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呢，欢迎各位按赞、订阅、加分享，并且记得开启小铃铛。好，谢谢大家，那我们下次见，拜拜。